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希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
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七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斯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一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加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加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2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加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巴巴万加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加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
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家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家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家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是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
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预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
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重。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
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血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
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丝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
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
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近来热议的预言。这个预言结合了中国、一场瘟疫、撒旦的阴谋以及神秘的光明会，听起来就像一部最疯狂的惊悚电影情节。然而，许多人相信，这可能就是我们当前现实的缩影，也是对未来的警示。这个预言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曾因据称准确预见某些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例如据称提前4个月梦见了川普遭遇刺杀的场景。当2024年7月，川普在宾州拉票时真的遇袭受伤，阴谋论者惊呼布兰登的梦境竟一语成谶。同时人们也注意到1995年的一副桌上卡牌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早已预言这一幕。卡牌上有个长相酷似川普的男子，中英文标语写着
Enough is enough。而川普遇袭时，正巧在集会上说出够了就是够了的话。这些巧合让人不寒而栗，也让布兰登·比格斯的后续预言备受关注。当前的时代背景也让这个预言格外引人深思。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浩劫，全球局势并未恢复平静，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经济动荡、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落，许多人感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就在此时，许多自媒体频道开始转述布兰登的意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过去的预言不仅包括川普遇袭，还曾在2025年前做出过其他惊人的警示。例如，他预告过新一波瘟疫与战争即将降临，全球经济将面临崩盘危机，甚至世界石油财富的版图都会转移。这些言论当时听来危言耸听，但随着疫情余波未了，俄乌战事和台海紧张等接连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布兰登的话。如今来到2026年初，布兰登再度发布令人震惊的意象预言。他这次的信息矛头直指当前世界种种乱象的背后，有着一场更黑暗、更宏大的阴谋。他谈到了中国，谈到了瘟疫，谈到了邪恶势力如何策划毁灭人类的计划，以及那传说中隐匿在幕后操控一切的光明会。更令人惊异的是，他呼吁人们立即行动，以信仰和祈祷来对抗这场阴影中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深入预言的细节，抽丝剥茧，看清其中隐藏的真相与警示。布兰登在预言中首先提到的是一场瘟疫，他强调，这并非自然产生的疾病，而是有人刻意研制并准备释放的致命病毒。他甚至恳请所有听到预言的人立刻开始祈祷，求天降神火惩击那些正在策划生化灾难的黑手。在他的意象里，他仿佛看见某个秘密实验室内，科学家在邪恶势力驱使下培养新型病原体。当病毒即将被放出祸害众生的一刻，天火突然从天而降，将实验室付之一炬。这正是他希望透过集体祈祷而实现的神迹画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吗？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全球经历已经让我们见识到瘟疫的威力。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短数月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自然，但也有许多声音怀疑它出自实验室事故，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一场有预谋的生物战。毕竟，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在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巧合的令人不安。而更令人惊悚的是，就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国际上几个权势组织还举办过一场名为 Event 201的大流行病模拟演习，情境居然与随后发生的现实疫情极为相似。这一切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早有剧本？许多人开始相信，某些幕后黑手可能早已将瘟疫当作工具，用来打击敌国、控制人口，甚至重塑世界秩序。如果说新冠或许还是一次警告，那么布兰登预言中的下一场瘟疫将可能更加可怕。他暗示邪恶势力积极策划研发更高致死率、更强传染性的病毒，企图在人类尚未从上一波疫情恢复元气时再度痛下杀手。试想，一种结合伊波拉的致命和新冠的传染力的病毒，如果同时在多地爆发，人类社会将陷入何等绝境？城市可能封锁，经济停摆，医疗系统瘫痪，恐慌与混乱将胜过以往任何时刻。对那些阴谋家而言，瘟疫就是最隐蔽又有效的武器，不必发一枪一弹，就能让国家内部自乱阵脚，让民众在恐惧中服从管制。更可怕的是，在数位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集权者可以借由疫情实施更严密的监控，从健康码到行动轨迹追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岂不正是某些势力梦寐以求的局面？布兰登对此发出了疾呼。他认为瘟疫背后绝非偶然，而是出自撒旦的阴谋。换言之，那些研制并散播病毒的人，表面上也许是科学家或军事专家，实际上则是在为更黑暗的主人服务。他们可能受利益驱使，或被权力挟持，但深层的动机来自对人性的蔑视和对邪恶力量的崇奉。历史上不乏疯狂科学家为独裁者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例子。从二战时期日本帝国的731部队在人体上培养病菌武器，
到冷战期间某些国家秘密研发炭疽、天花病毒用于战争，都证明了人类自己就有能力酿造毁灭。然而布兰登警告，现在的危机更不同凡响，因为牵涉其中的黑手并非单一国家，而是一个跨国的秘密集团，其背后有着更邪恶的意志。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巧合。早在201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发表一份报告，虚构推演了一个名为锁步 Lockstep 的未来情境，描述一场全球流行病如何让各国加强管控，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几乎没人料到10年后这个情境在现实中部分成真。随后，世界经济论坛在疫情期间提出了所谓大重置 The Great Reset 的计划，倡议利用疫情契机重塑世界经济与社会秩序。阴谋论者认为，精英们正是借由瘟疫制造混乱，从而推行预定好的新秩序。此外，比尔·盖茨等科技富豪在公开场合谈论全球人口问题时，也引发巨大争议。他的一句“如果我们的疫苗做得好，可以让人口减少1%”，被人反复引用，视为精英计划用疫苗削减人口的佐证。尽管他原本的意思并非如此，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新冠疫苗中被偷偷植入奈米晶片，未来可透过 5G 网络远程操控接种者的思想行为。虽然缺乏科学证据支持，但这些传言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大众对幕后黑手的疑惧之深。试想，一场全球大瘟疫过后，如果真的出现某种全球性的电子植入身份验证制度，那和圣经启示录中兽的印记几乎别无二致。从这些迹象看来，瘟疫不只是天灾，更可能是人祸，是一盘精心布局的棋局。提到这跨国秘密集团，就不得不谈谈传说中的光明会。光明会 Illuminati 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阴谋论话题中。据说它由一小撮掌握巨大权势的精英组成，包括某些政坛巨擘、金融寡头、顶尖科技巨头，甚至隐秘的皇室血脉。他们在人前或许身居高位，衣冠楚楚，但在幕后可能同属一个黑暗兄弟会，信奉着远离大众视线的议程，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数个世纪前的欧洲。1776年巴伐利亚秘密社团的成立被视为光明会传说的起源。正史虽然对此只字未提，但民间一直盛传他们从未真正解散，而是藏身于现代各权力中心内，继续蛊惑操纵着世界走向。他们被指控渗透各国政府和经济体系，在幕后制定隐秘议程。例如，美国近年热议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概念，指的就是一群不受选举制约的幕后精英情报首脑、军工集团、大型财团共同操纵国家政策的影子势力，被视为光明会在美国的写照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德堡会议等精英集会，以及各种私人俱乐部，如美国的骷髅会、波西米亚俱乐部，也常被怀疑是光明会协调计划的场所。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许多重大历史转折，如法国大革命、2次世界大战甚至冷战格局的形成，背后都有国际秘密势力推波助澜的痕迹。例如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等金融家族在战争中谋取暴利，据说他们与各国政府高层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些跨国家族和财团被阴谋论视为光明会的中坚，其终极目标是在经历几场大动乱后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世界各国的符号和建筑中也被发现隐藏着光明会的印记。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1纸币背面的图案，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顶端有一只权势之眼，四周的拉丁标语写着光明照临 Annuit Captis 和新世纪秩序 Novus Ordo Seclorum。 许多人相信这正是光明会向全世界昭示其存在的符码。此外，在流行文化领域，不少国际巨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造型中频繁出现遮一只眼、三角形眼睛等图像，甚至会做出象征邪教的666手势。在电影和广告里也常见这些隐秘符号。阴谋论者解读，这是光明会控制娱乐产业，向大众潜移默化灌输信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鸣得意的炫耀。即便将真相摆在眼前，多数沉睡的人也察觉不了。布兰登的预言明确提及撒旦的阴谋，
并将之与这些幕后精英挂钩。所谓撒旦的阴谋，可以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离经叛道、颠覆道德的计划之总和。在宗教视角里，撒旦一直试图挑战神的秩序，引诱人类堕落，而现实中的贪婪权贵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他的马前卒。这些阴影中的策划者为了权力和私欲，不惜践踏人伦，甚至进行献祭与邪恶仪式来换取黑暗力量的庇佑。有传闻指称，在某些上流社会的秘密聚会中，确实存在崇拜撒旦或进行怪异仪式的情节。他们相信这能带来超凡的力量和智慧，听上去仿佛恐怖小说。但想想中世纪巫术信仰曾深入宫廷，再想想20世纪一些极权领袖，如纳粹高层对神秘学和异教仪式的狂热，这种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布兰登暗示，当今某些掌权者已经与邪灵交易，用灵魂换取科技与权势。这正是为何近年科技突飞猛进，却伴随着道德沉沦，因为推动科技的人背后站着魔鬼的推手。若说这一切仍嫌过于虚无缥缈，那么让我们看看几件真实发生的怪事。前面提到的新冠疫情，有心人发现早在25年前就被一款卡牌游戏所预言。美国游戏设计师史蒂夫·杰克逊在1995年推出了桌上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其中多张卡牌场景与随后20多年间的真实事件惊人相似。例如，一张名为 Epidemic 疫情的卡牌画面上，人们戴着口罩与手套，旁边有消毒液、疫苗、成堆的尸袋，还印着 Quarantine 隔离等字样。这幅图景与2020年全球各国因新冠病毒实施封城隔离的场景如出一辙，连细节都吻合得令人毛骨悚然。再如另一张 Enough is enough 适可而止卡牌，卡面上一名金发男子怒吼着什么，背后隐约有枪口闪烁。许多人事后认出这男子与川普极为相像，似乎暗示他会遭遇枪击。而巧的是，川普遇袭当日，他在讲台上正好说出够了，适可而止。此外，卡牌中还包括恐怖袭击、核爆、人口控制、控制天气等等，每一张都对应着后来真实世界的一系列巨变。911事件、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某些地区离奇的天灾人祸，如此种种都在让人怀疑，这副卡牌真的只是娱乐，还是幕后策划者洋洋自得的提前剧透？更骇人的是，减少世界人口这一目标在阴谋论圈子里被反复提及。有传言称，光明会认为地球资源有限，理想人口数量应维持在5亿左右。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出现过一座名为乔治亚指南石的神秘花岗岩碑，上面刻着用8种语言写成的10条指导原则，其中第1条便是将人类维持在5亿以下，与自然永续共存。这块石碑的出资人至今不明，被认为与某秘密团体有关。诡谲的是，2022年7月，这座巨石碑突然遭人炸毁，随后被当局完全拆除，留下无数揣测。有人认为这是光明会灭迹藏踪的举措，也有人视之为正义力量对邪恶象征的宣战。无论真相如何，5亿人口论所代表的冷酷算计，正印证了阴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成功建立起一个世界性集权政府，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宗教预言中，这常被称为兽之国度，其首领就是启示录预言的敌基督 Antichrist。阴谋论者相信，光明会一直在为迎接这位终极独裁者铺路。当民族国家一一陷入混乱并倒下时，他们将拥立出一个表面上是救世主，实则集权的新全球领袖。届时，每个人或许都被要求在身上植入晶片或烙印、受印，才能购物生存。这与启示录的预言惊人的一致。到了那一步，人类将彻底沦为黑暗势力的奴仆，自由意志荡然无存。无论如何，光明会卡牌和诸多迹象所折射出的，正是阴谋论者对光明会的想象。世界走向动荡并非偶然，而是被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正如布兰登所提醒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战乱、瘟疫、经济危机，可能都只是那场终极阴谋的一部分。对光明会而言，混乱往往意味着机会。当各国因灾难元气大伤，民众陷于惊恐，他们便可以更容易地集权并推行统一的秩序。试想，如果连续不断的全球性危机让人们对现有政府彻底失望甚至绝望，一个超越国界的救世主
势力崛起时，人们会不会抛弃主权观念而转向服从一个世界政府？那或许正是隐秘精英们的最终目标，推倒现有的一切社会结构，然后重建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撒旦的影子无处不在，他鼓动着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助长那些权欲熏心者去充当毁灭旧世界的工具。布兰登预言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场景，一场由人类骄傲与高科技驱动的新巴别塔事件正在加速上演，而中国正处于这座通天巨塔的中心。在圣经记载中，远古的人类曾企图建造巴别塔直达天堂，结果触怒神明，导致语言被混乱，人类被迫四散。如今，在布兰登的意象里，中共政权所领导的中国仿佛扮演着当年巴别帝国的角色，以无神论和集权为驱动，用科技和野心堆砌起一座试图触碰天际的高塔。具体而言，这新巴别塔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正在追求的种种极端计划。首先是天气操控，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投入气象改造工程，甚至公开宣布要在2025年前实现对半个国土面积大小的区域进行人工降雨。从奥运开幕式前用火箭弹驱散云雨，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实施人工增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在天气战争领域野心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阴谋论者怀疑，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乃至邻国遭遇的离奇灾难，可能就包含着人为干预的痕迹。如果真是如此，那试图扮演风雨之神的行为，不正是对自然法则的挑战吗？试想，一个政权若能呼风唤雨，他对人民的掌控将更趋无所不能。但同时，一旦天气武器被滥用或失控，大自然的反扑也将不堪设想。再看基因改造与超级人种。2018年，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中国传出，一位科学家声称成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2名婴儿在胚胎时期就免除了艾滋病易感基因。这对双胞胎成为人类首批基因编辑宝宝。虽然国际舆论谴责此举违反伦理，但也凸显了中国在前沿生物技术上的大胆尝试。除了这起事件，西方情报界也多次警告，中国可能正尝试将基因改造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培育所谓超级战士。想象一下，透过基因筛选和改造，造就一批耐力更强、反应更快，甚至智力超群的士兵，这对任何政权都充满诱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有此类超人种诞生，但中共对生物科研的投入和对道德规范的漠视，令外界担忧未来某天会出现现实版的优生计划。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布兰登提到的那股基因傲慢，人类企图自行决定自身进化的方向，宛如在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如果说远古巴别塔是用砖石堆砌而成，那现代的巴别塔则是由基因片段和晶片电路构筑。我们是否正看着一场新的禁忌试验正在上演？还有人工智能 AI 的集权应用。中国的监控技术和 AI 发展举世瞩目，从密布城市每个角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到大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共打造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数位集权模型。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他们甚至提出让 AI 来辅助，甚至部分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试想未来某天，一个高级人工智能成为智慧领袖，它掌握所有人民的资料，能计算并预判每个人的行为，从而优化社会运转。这表面上听起来效率极高，但实质是将人类自由意志完全交托给冰冷的算法。如果说撒旦的影子藏在细节里，那 AI 集权就是它的另一副面孔，以理性和秩序之名，掏空人性的灵魂。布兰登所警告的 AI 领导，可以理解为人类把上帝的位置让给了人工智慧，这是一种亵渎与危机的结合。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地下铸造方舟，许多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一直在秘密建设大量地下设施，从深山核掩体、地下长城，到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避难所，被形容为给权贵准备的末日方舟。表面上看，这些工事是为了防范战争和灾难，但其规模之大，深度之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为某种预见中的世界末日做准备。这不禁让人想到布兰登预言中的场景，精英们自知玩火终将引爆灾祸，因此提前为自己预备退路，把普罗大众留在地面上承受苦难。
如果说挪亚方舟是为了拯救一人，那这些地下方舟恐怕只是让罪魁祸首苟延残喘的避风港罢了。种种迹象串联起来，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浮现在眼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被极权者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在这里，自然规律被肆意改造，生命奥秘被大胆篡改，人工智慧被赋予至高权力，而统治者则躲在他们挖好的地窖里暗自窃笑。这不就是现代的巴别塔吗？当年的巴别人或许以为攀上高天即可比肩神明，如今的狂人们则妄想用科技和暴力支配整个人类乃至天地万物。然而玩火者终将自焚，正如布兰登点出的那样，他们在玩火。现在这座塔已经高耸入云，奢望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它的根基是否稳固？大自然与神明真的会坐视不理吗？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统治者自诩为神并践踏人道，往往就是他们覆亡的前夜。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已引来许多人的担忧，不少观察家也早就预言它难以长久。除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危机，中国古老的预言也多次指向这个红色朝代的终结。譬如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和清朝袁天罡的烧饼歌，据说都隐含对近现代中国巨变的暗示。有趣的是，中国民间还流传着赤马红羊节的说法，指每逢60年一循环的丙午年与丁未年，俗称红马、红羊年。中国往往会经历动荡巨变，最近的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掀起10年浩劫，而即将到来的2026年正好又是一个丙午年，2027年则是丁未年，这难道真是巧合吗？当前中国内外交困，天灾频仍，经济与民心都陷入低谷，仿佛一个巨人站在风雨飘摇的破塔上。实际上，当前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大型房企接连暴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年轻一代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际上，因着地缘野心和人权问题，中国遭遇愈发多的制裁与围堵，供应链也在外移，一连串天灾亦给中国重重一击。近年从河南特大暴雨到长江流域大干旱，再到各地反常的极端气候，无不加剧民生困苦。就在2022年底，民众甚至因不堪极端防疫风控而自发举起白纸上街抗议，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史称白纸运动。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厦正出现裂痕，或许用不着超自然干预，这座中国巴别塔也会在自身腐朽与人民的反抗下坍塌瓦解。布兰登的预言给出了画面，他看见那铁幕倒下了，曾经封闭严密的集权体制如同被撕裂的帐篷，里头肮脏丑陋的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当铁幕崩塌之时，一道曙光将照射进去，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才有重生的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能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挣脱了无形的锁链，迎来信仰自由的新时代。当然，黑暗势力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一个政权倒下，阴谋家们或许会转移他处继续兴风作浪，但至少巴别塔倒塌的震撼将唤醒更多沉睡中的心灵。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光已经在闪耀。据传，布兰登还谈到，在台湾的天空将升起荣耀的旭日，一场伟大的复兴正在那里酝酿，神的恩典将复辟自由之岛，使之成为东方的新灯塔。当黑暗笼罩神州之时，另一束光却在海峡彼岸熊熊燃起，给人类留下希望的方向。从布兰登比格斯3月9日的这场预言旅程中，我们看到了瘟疫的阴影、全球阴谋的黑手，以及人类傲慢筑起的现代巴别塔。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末世巨变的前夜，邪恶势力在暗处布局，试图透过病毒、战争和科技牢笼来实现他们的野心。而另一方面，正义与觉醒的力量也在酝酿，准备刺破漫漫长夜的帷幕。这正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殊死较量，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历史洪流之中，无法置身事外。也许有人会对这些预言和阴谋论将信将疑，毕竟现代社会习惯用科学和理性去解释一切，神秘主义和预言听起来过于离奇。但回顾历史，每当巨变发生前夕，总有先知或智者发出警告，只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当洪水尚未来临时，挪亚的方舟看似荒唐；当疫情未爆发时，少有人在意桌游卡牌上的离奇图画。然而一旦预言成真，再去懊悔，为时晚矣。因此，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审视这些预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真相大白之前，保持警惕总比麻木大意要好。事实上，2000年前写就的《圣经启示录》中，早已描绘出与布兰登预言惊人相似的末世场景。那里提到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四骑士将横扫世界，有一个受制政权会统治万国万民，强迫所有人烙上他的印记，还有烈火从天而降，惩治作恶之城。最终光明的新耶路撒冷降临人间。无论是否信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动荡变局与这些古老预言存在着某种呼应。也许人类正走在一条被预示的道路上，而我们正在亲眼见证预言正一一成真。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布兰登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祈祷与良知。他呼吁人们以祈祷寻求上天的介入，正如他自己梦境中所示，恳求神以公义之火来制止邪恶的阴谋。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内心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不被恐惧和谎言所征服。当足够多的人选择了真相而非谎言，勇气而非惧怕，黑暗的势力就难以得逞。毕竟，阴谋再精巧，也敌不过亿万觉醒的心灵。一支蜡烛虽弱，小小光亮即可驱散一世黑暗。万千凡人心中的正气凝聚起来，足以撼动庞然巨塔。或许未来几年内，我们就将见证预言中的种种场景。也许真有新的瘟疫突然降临，也许某个不可一世的政权轰然倒塌，也许那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阴谋浮出水面。到那时，我们回想起今日所听，便会明白这一切并非毫无征兆。当危难降临时，希望大家记得布兰登预言中的这句话：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黑暗看似强大，但光明终将胜利。这光明也许来自神的垂怜，也许来自人们内心善念的火花。无论如何，它将是引领我们度过劫难的灯塔。最后，无论您相信预言与否，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发人深省。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醒悟并采取行动，仍然为时不晚。让我们提高警觉，关注世界的变局，同时也守住自己内心的善与信念。也许正是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良选择，最终改写了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当末日的乌云散去，我们期待看到晨曦破晓，照亮新生的希望。那一天，人类将走出阴谋与灾难的阴影，在真相与自由的曙光下展开新的篇章。深夜的东京，一通紧急电话划破首相官邸的沉寂，台湾海峡出事了。随着这简短讯息传来，日本高层的神经瞬间绷紧。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警语，早在风平浪静时便回荡在议事厅，如今仿佛预言成真般扣动着亚洲局势的扳机。这句话的发表者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场环绕着台海战云、日本决策、国际同盟与历史恩怨的复杂剧码就此揭开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占领改革下制定了和平宪法，第9条明文放弃交战权，只保留自卫力量。自此之后，数十年，日本在安全事务上谨守专守防卫原则，小心翼翼避免卷入国际冲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东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并尊重北京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换言之，冷战期间的日本奉行着与北京保持建交，不直接介入台湾问题的方针。台湾问题曾一度远离日本的战略焦点，日本社会也普遍视战争为禁忌。然而，历史的潮流暗自转向，台海局势与日本安全逐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9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爆发导弹危机，美中紧张对峙让东亚各国震动。这场危机成了日本的警钟，临近的台海一旦失控，日本难以独善其身。1997年，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首次将周边事态纳入考量，意在为台海等周边潜在冲突做准备。
虽然文件刻意避免直接点名台湾，但各界心知肚明，台海有事已成为联盟默契中的想定场景之一。2005年，美日两国高层更罕见地在联合声明中提到，鼓励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日本开始公开承认台海安全与自身利益相关联，这些转变标志着东京战略思维的转折。台湾不再只是别国的内政议题，而攸关日本的区域安全和海上生命线。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军力迅速崛起，在东海和南海展现强硬姿态，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更加警醒。北京在东海与日本存在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端，又频频以军机军舰穿越冲绳附近水域，让日本深感压力。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力推动安保相关法案通过，正式摆脱部分战后束缚，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根据新法，日本若面临存立危机事态、存亡危机事态，即使本土未遭直接攻击，也能动用自卫队协防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虽然法条字面没有明讲台湾，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伪将来协防台湾打开了一道法律缝隙。在安倍政府时期，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观念开始浮现，日本高层人士陆续松口谈及台海安全。例如，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在2021年公开表示，台湾若遭侵略，可能构成日本生存危机，日本应协同美国防卫台湾。同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度提及台海稳定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种种迹象显示，日本正一步步淡化过去对台海问题的忌讳，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纠葛也不可忽视。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介入都触痛着二战创伤和殖民记忆。毕竟，日本曾于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达50年之久。中方官方长期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敏感戒备着日本的安全政策转向，担心昔日的侵略者会否卷土重来。因此，日本在改变国防战略时，总要面对一双来自北京的冷峻眼睛和历史的沉重警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让远东的日本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大国入侵若临不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段落，而是21世纪真真切切上演的剧码。岸田文雄首相在2022年前后多次警告，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投射的阴影直指台海。一时间，明天会不会轮到台湾的疑问震动着日本舆论和决策圈。面对可能的最坏情况，东京当局开始强化战略布局。2022年底，日本政府更新了安保3文件，包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度将中国明确称作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同时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至 GDP 的 2%， 翻修长期以来偏低的军费水准。这象征着日本决心摆脱经济大国军事小矮人的形象，向更积极的防务角色转变。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决定引进远程打击武器，以拥有所谓反击能力。2023年起，东京陆续采购美制战斧、巡弋飞弹，并研制国产远程导弹，部署在西南诸岛方向，用于在战时打击敌方基地或舰队。这项改变被视为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虽然官方强调是防御目的的威慑，但事实上已突破过去不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心理界限。日本开始在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离岛，包括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部署反舰飞弹和防空飞弹部队，加强第一岛链前沿的防卫力量。因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仅约110公里，许多军事专家形容这些岛链宛如日本不沉航母，未来很可能成为台海战争的前哨。在美日同盟框架下，东京和华盛顿之间也积极就台海紧急事态进行协调准备。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日国防官员从2022年起便着手研讨联合应对台湾有事的计划，进行了为期1年多的兵棋推演。想定内容包括，万一台海开战，日本自卫队如何配合美军行动，例如负责在台湾周边海域搜寻猎杀解放军前舰，提供后勤补给等。不过，报道也指出，由于日本国内的反战民意和法律限制，东京一直对出兵台湾保持谨慎，未向美方做出明确承诺。
毕竟日本领导人长久以来避免公开细谈台海战争时本国将扮演的角色，一部分原因正是民众对被卷入战火心存疑虑。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虽同情台湾的处境，却难以接受让自卫队远赴台湾作战的想法。庆应大学一位教授直言，如果问日本民众愿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台湾，大概有90%都会回答不。这种舆论氛围导致官方态度略显矛盾。一方面，日本政府加速备战脚步，在军费、军备和同盟合作上动作频频；另一方面，对于真要不要派兵驰援台湾这个问题，高层多以模糊话语带过，生怕踩到政治地雷。岸田政府期间，日本推出一系列动作，强化台海有事的应变能力。2023年底，东京与华府宣布组建联合调整所等同盟协调机制，以便在危机时快速共享情报，分工合作。2024年，日本自卫队更与美军、澳洲军队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联合军演，重点科目包括离岛防卫和难民救援，明显冲着台海剧本而来。甚至有报道称，美日已草拟好战时分区布防方案，比如在冲绳西南方的小岛临时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反制中国登陆台湾的桥头堡。2025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首度具体的平民撤离计划，一旦台海开战，将动员船只和飞机，在6天内把冲绳县仙岛群岛、含石原、宫古与那国等岛屿约11万居民及观光客撤往九州的福冈、鹿儿岛等地区。这项计划细节透过媒体披露，政府将征用民间渡轮、航空器，把居民转移至安全岛屿，再安置到本土各地。当局甚至规划从2026年起，在当地进行实地撤离演练，以免真发生战事时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防卫省也在与那国岛上建造地下防空设施，并储备凉水，部署地对空导弹，用以保护这座距台湾仅一海峡之隔的前线岛屿。负责防卫政策的中谷元防卫大臣强调，他能明显感受到偏远离岛居民对周边局势的强烈危机感，政府需尽一切可能加强这些国境之岛的防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在各种文件中虽未明指中国入侵台湾这2个字，但乌克兰剧本加台海场景的暗示早已不言而喻。这些准备工作的背后，是日本战略界一个重大心态转变，最坏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昔日因讳莫如深而逃避的问题，如今东京不得不正视。如果解放军武力犯台，美军势必卷入，而驻日美军作为第一波增援力量，几乎可以确定从日本领土上出动。根据1960年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美军若要动用驻日基地，需征得日方同意。对日本而言，两难在于，若同意，美军从日本起飞攻击中国目标，日本即沦为中国的报复对象；但若拒绝，等同撕毁同盟信义，任由美军瘫痪，也会使日本自身陷于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仿佛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局，日本深知避无可避，唯有与美国协调出一个最小风险的介入方式。日美间讨论的细节虽属机密，但传闻已涉及补给线、维护、飞弹发射阵地、难民收容等各方面，甚至日本可能提供后勤油料、医疗救护，给予在第一线作战的美军部队等等。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把台海有事纳入国家安保架构的考量中，同时又对内不断强调一切行动皆在宪法与法令范围内，以安抚国内的和平舆论。在这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一位被称为女版安倍的政治人物站上日本权力的巅峰，高市早苗。2025年10月，日本爆发政治变局，执政多年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换帅，高市早苗以强硬的国安主张赢得党总裁选，成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力挺的保守派接班人，她出身右派，行事风格强硬，理念上抗中、亲美、友台，在外交安全议题上与安倍路线一脉相承。早在担任总务大臣等职务时，高市便以鹰派言论闻名。他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入宪自卫队，增加防卫预算等等。关于台湾，高市更是少数敢于公开表达支持的日本政客之一。2025年初，
他以执政党高层的身份访问台湾，与台湾政要会晤寒暄，释放出对台友好的明确信号。此举在当时就引发中国不满，视为日本公然提升与台关系的挑衅举措。上任首相仅半个月，高市早苗就卷入了一场震撼中日、美日关系的风暴中心。2025年11月7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反对党议员抛出尖锐提问：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是否会视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原本是日本政坛的禁忌话题，但高市选择迎难而上。他当场答复道：中国若对台湾动武，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话几乎等于明确暗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并波及日本安全，日本可能动用自卫队武力介入。高市突破性言论一出，国会议场内一片哗然，反对党议员紧追细问其真实意图与政府立场。与此同时，这则消息迅速传遍国际媒体，在亚洲掀起巨浪。北京的反应是迅疾而愤怒的。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惊人言论，暗示要斩断某人的肮脏头颅，以正视听。虽然贴文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影射的对象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种带有恐吓意味的失格发言旋即被日方严正抗议，中方事后也删除了该言。但这仅仅是序曲，更猛烈的外交风波接踵而至。北京外交部在随后几天密集发炮。11月10日，发言人接连抛出3问，质问日本领导人发表这种涉台言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要挑战中国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吗？到了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升级为4问，并罕见地使用了侵略行为这种措辞给日本扣帽子。发言人厉声警告，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他还奉劝东京当局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扬言玩火者必自焚。短短数天内，中方从措辞相对隐晦的规劝飞升到直白无比的军事恫吓。同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评论，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的，痛批高市是二战后首位公然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露骨流露武装介入野心的日本领导人，称其用心险恶，后果严重。高市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并未退缩，他在事发后第2天明确表示拒绝撤回自己的台湾有事论。在他看来，他只是陈述了一个现实，台海一旦爆发战事，很可能危及日本国家的存亡和安全利益，日本届时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完全符合日本政府一贯见解和现行法律框架。高市强调，日本不寻求战端，也不会主动对外发动军事行动，但面对严峻的区域安全挑战，不能天真的袖手旁观。他警告称，若日本选择对台海战争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不仅自身安危难保，日美同盟也将陷入瓦解危机。毕竟，东京与华府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多次公开承诺保卫日本安全，如果台湾有事，美军陷入苦战，而日本做事盟友流血却按兵不动，这样的同盟关系无疑名存实亡。高市此番表态意在说明，日本的积极应对其实是为了维护同盟信义和自身长远利益。尽管高市言之凿凿，但日本国内舆论对他的强硬路线看法不一。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资深议员冈田克也在国会批评高市轻率鲁莽，认为他此言激化了中日紧张，要求他澄清真意并检讨发言方式。前首相野田佳彦也委婉地质疑高市在预算委员会上的发言导致在野党议员遭受舆论批判，身为首相需负起沈淀风波的责任。面对国内异议，高市在之后的参议院会议上解释称，他提及台湾有事，只是为举例说明何谓存亡危机事态，并无改变政府遵循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他再三强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仍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换言之，高市试图向各方保证，他虽语惊四座，但日本并未背弃过去的外交承诺。然而，
他的强硬措辞和后续的辩解，已足以令国际社会感受到日本政策正在经历一场细微而深刻的调整。东京对台海变局不再闪烁其词，而开始直面迎击的可能性。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论余波未了，其实正反映出整个日本政府对台海战争情境的通盘思考。即便没有高市，近年来东京也早已在进行相关的沙盘推演和政策准备。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制定的多层次预案中，包括救援在台日本人、防卫琉球群岛、维护海上交通线，以及在必要时有限介入冲突等选项。根据2021年底通过的新经济安保法，日本强化了重要物资供应链管控和科技管制，防止战时遭受掣肘。而2023年以来增购的大批军备，如 F-35 隐形战机、无人机舰队、卫星通信系统等，也都是针对可能的高强度对抗量身引进。可以说，日本正默默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备战状态，不主动挑衅，但若战端突起，具备快速反应和持久作战的基本条件。从法律程序上看，日本政府对任何出兵行动仍保持审慎而复杂的决策机制。根据2015年安保法制，自卫队要出动执行集体自卫，需内阁判定存在存立危机事态，并获得国会批准。这意味着除非日本认定台海冲突对日本的存续构成威胁，例如日本领土遭攻击或关键同盟国遭侵略，直接危及日本生存，否则理论上不能出兵他国作战。日本防卫省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一直在研拟各种情况下的因应。若解放军只是在台海对台湾本岛有限打击，而冲突未扩大，日本可能定位为重要影响事态，提供美军后方支援，但不直接参战。但若中国对美军驻冲绳基地发射飞弹，或封锁海域威胁到日本能源补给线，东京就可能宣告进入存立危机事态，依法投入军事行动。这当中的界限如何拿捏，其实相当模糊且充满灰色空间，刻意保留了战略模糊，以吓阻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会预先明讲什么情况下一定出兵，但也让北京明白，事情若闹大，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意志。值得一提的是，有传言猜测高市早苗在上任后是否曾对自卫队高层或内阁国安官员下达过秘密指示，要求加速准备台海驰援计划。毕竟他的立场如此鲜明，外界不免联想他私下可能更积极部署。然而截至目前，并无可靠媒体报道证实高市下达了任何具体的密令。日本的政策制定更多是体现在预算投入和法规修订上，而非口头命令。从实际动向看，高市政府上台后倒是火速推动了几项重要措施，例如宣布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输出3原则，打算允许日本企业出口杀伤性武器，提升日本军工产业水准，成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安全情报会议，整合防卫省、自卫队、警察厅等情报资源，以加强危机监控和情报搜集，研议建立类似美国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的机制，严审外资收购敏感技术产业，防堵中国渗透日本经济安全等。这些政策并非直接针对台海战争的军事行动，但所织就的网络明确指向一个目标，强化日本对抗中国的总体国力与韧性。因此，即便没有密令这类戏剧化桥段，高市领导的政府已在方方面面为潜在的台海冲击做更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日本正一面调兵遣将备战未然，一面在外交场合保持克制，不让紧张关系进一步失控。在日本安全政策明显转向，领导人放话不惜介入台海之际，中国方面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觉与强硬。除了前述外交部连番发难外，北京从政府高层到官媒军方，全方位对日本发出警告信号。中国外交系统率先行动，中国外长王毅在国际场合直指日本出现危险的军国主义苗头，呼吁国际社会对东京保持警惕。2025年11月，高市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韩国出席 APEC 峰会时碰面。据悉，习近平当面重申了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敦促日本慎言慎行。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更在2026年2月的联合国会议上公开表态，无论日本以何种借口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干涉台湾，
都将被视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必将进行坚决报复。傅聪的发言比之前外交部发言人的措辞更进一步，几乎是在国际舞台向日本下达最严厉通牒。他痛批东京试图以集体自卫之名干涉台海是歪理邪说，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对日本的图谋予以抵制。在傅聪讲这番话的同时，中国官媒也把美日当月举行的铁拳联合军演描述成染指台湾问题的图谋，提醒读者不要被日美虚张声势所迷惑。中国军方同样毫不掩饰不满，解放军高层和国防部发言人多次点名日本，指责日方抛弃战后和平承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上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严厉地说，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透过所谓宪法解释，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又以防卫为名发展进攻性武器，把重整军备披上法治外衣。如今日本右翼势力鼓噪要把自卫队明文化写进宪法，表面说是完善法律，其实是掏空和平宪法，为军事扩张开方便之门。蒋斌警告道，日本右倾势力正图谋透过军事、舆论、法律等手段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务必要高度警惕，联手守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地区和平稳定。尽管这番话没直接提及台湾，但矛头不言自明。中国军报和国防大学的一些专家文章则更加直白，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疯狂扩军，意图将日本变成随时可以出兵的军事大国。一些大陆军事评论员甚至放言，日本如果敢在台海问题上越雷池一步，必将自食其果，再次品尝战败的苦果。除了官方措辞，中国的民意和宣传机器也强力介入，营造强硬氛围。官媒《环球时报》刊登多篇社评，把高市的发言称作荒谬至极的挑衅，指他为了迎合右翼选民，不惜拿台海问题火中取栗。文章称，现在一个高度军事化、越来越危险的日本正在出现，日本的军国主义幽灵似乎再度出笼，这不仅威胁中国，也让整个亚洲邻国感到不安。官媒引述一些国际人士观点说，高市故意强硬表态，可能是为了巩固选举支持，但却在玩一场危险游戏。更为极端的是，早在2021年，中国网络上一段所谓爱国主义影片就曾疯传视频，声称如果日本胆敢干涉中国统一大业，中国将不惜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日本，直到日本再次宣布无条件投降。虽然这只是网络宣传而非中国官方政策，但其疯狂言辞一度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让外界了解到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多激昂。如今随着高市执政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网民中充斥着对日本的仇恨和报复言论，有人翻出侵华战争旧账，斥责日本不思悔改，有人喊出和平东京的极端口号，也有人冷笑预言美国不会真心帮日本，届时日本只有挨打的份。这些声音被中国官媒有选择的转载，引导出一种中国绝不畏战，日本休想侥幸的舆论场域。总体而言，北京已向东京发出了明确而高分贝的信号，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牵涉统一大业和民族尊严，外国军队的任何干涉都是踩踏中国红线。中国方面不仅搬出历史旧账，提醒日本曾经因侵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投降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惩罚，也表明当前决心，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挡。如果日本胆敢以武力赴台助战，那就等同回到了侵华战争的老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惩戒。这样的强硬表态几乎将中日官方关系推向冰点。2025年末到2026年初，一场中日外交风暴笼罩着东亚，两国互相召见大使抗议，中方单方面取消或冻结多项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计划，甚至有传北京考虑取消对日熊猫租借、限制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等措施作为报复。在中国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内部其实也是如履薄冰，不断重申立场未变，试图为高市发言降温。然而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亚洲局势因此进入一段高度紧绷的时刻，国际投资者忧心忡忡，
邻国政府也密切注视中日是否会爆发更严重的对抗。当前的台海局势仿佛悬挂在天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一方的错判都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日本高氏政权的出现，无疑让这出地缘政治大戏增添了新的变数。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台湾上空硝烟弥漫，解放军登陆部队逼近台北港口，日本究竟会如何抉择？这是悬在人们心头的一大疑问，也是高市早苗以及历任日本领袖在深夜独自思量时最沉重的课题。有观点认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日本其实别无选择。首先，地缘上台湾与冲绳比邻，倘若战火延烧，琉球一带必定首当其冲。解放军为了阻止美军驰援台湾，很可能对驻日美军基地发射飞弹乃至攻击日本舰船。如此一来，日本即使原本想置身事外，也势必要自卫反击。从这角度看，日本自卫队极可能在被动卷入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并非主动出兵台湾，却将构成事实上的交火。此外，若美军遭攻击，日本基于同盟条约帮助防卫驻日盟军，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义务。尽管法律程序复杂，但战争发展瞬息万变，不容许冗长的国会辩论。一旦中国导弹落在日本领土，日本朝野多数势力势必团结一致，立即授权首相动用武力还击。可以想见，那将是自二战以来日本首次对外行使武力，自卫队将与美军协同行动，承担起拦截导弹、制海制空、保护国民的重任。对中国而言，这等同于直接和美日两强同时交战，战局风险陡增。另一种可能情境是，若中国攻击台湾，但暂时避免攻击日本目标，日本是否会主动参战？这将考验东京的决心和胆识。如果美军请求日本协助作战，例如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舰清理台海水雷，派空中加油机支援美国战机等，在存立危机认定的边缘地带，日本政府内部可能出现分歧，强硬派会主张与美国共同进退，以免同盟破裂。谨慎派则会担心日本变成交战当事方，从而遭到中国报复打击。最终决定或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美国态度、压力或保证，中国动作是否明确划界限，台海战况是否久攻不下。假如美军节节败退，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抵挡北京，日本面临的是救盟友还是自保的艰难选择。高市这类领导人倾向于选择前者，他宁可冒险，也不愿让美日同盟崩解，并放任中国统一台湾成功。毕竟，若台湾被武力吞并，美国势力被逐出第一岛链，下一个面临安全威胁的无疑就是日本本身。长痛不如短痛，许多保守派日本战略家认为，与其将来独自面对壮大的中国，不如现在就与盟友联手承担风险。他们相信，严格限制的小规模参战可以传达决心，同时避免战火全面烧至日本本土。然而，战争一旦开启，就如开闸洪水，没有人能保证冲突会严守剧本，不升级失控。日本出手干预的那一刻，也许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国极可能立即将日本视同主要敌对方，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威慑性打击的威胁便会大增，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战争。这种前景之可怖，使得迄今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在公开场合仍绝口不提进攻或参战字眼，转而以确保下阻、避免事态升级等外交辞令代替。未来数年，中日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博弈注定愈发激烈。日本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几个关键抉择：要不要正式将台湾有事写入国家防卫战略和法律文件中，以提高对北京的威慑力；要不要跟随美国对台湾加强军事支持，例如提供军事情报、派遣自卫队医疗舰进行人道援助等；要不要推进修宪，使自卫队拥有更正当的海外作战权限。以高市早苗的性格，他倾向于强化日本的姿态。他上任后已表示将加速研议修宪，争取早日修改和平宪法中关于自卫队地位的含糊规定，并检讨防卫大纲，把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写得更直白。同时，他也力主强化日美韩安全合作，拉拢理念相近的澳洲、印度等国，打造一张对华围堵网。在高市的想象中，也许只有日本真正变得强大，
才能确保中国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条路却让邻国和部分国民不寒而栗。日本是否会走向军国主义、复辟？是否会因冒进而引火上身？对此疑问，高市及其支持者断然否认。他们声称，日本一切军备和法律调整都是专守防卫的延伸，目的在于下阻战争，而非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内政变化对局势的影响。如果美国在未来出现一位不那么热衷海外军事承诺的领导人，如先前的川普曾质疑美日安保条约是单方面义务，那么日本可能被迫承担更多区域防务责任。正因担心华府靠不住，日本才更加强调提升自主防卫能力。有日本媒体分析，高市政府积极备战的另一层考量是未雨绸缪，应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可能。一旦台海有事时，美方支援不及或意志薄弱，日本也好有独立抵抗的底气。这种前提下，日本更没有退路，只能更快地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力量。只是亚洲邻国对此可能毫不领情，反而警惕日本重新武装。中韩等国近年来在联合国场合多次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由之一就是质疑日本未充分反省军国主义历史。亚洲安全困境因此形成，中国的崛起使日本感到威胁而军备扩张，而日本的扩军又反过来刺激中国提高警戒，加速军力建设，双方互疑互惧，安全两难不断加深。午夜时分，东京湾的海风夹带着微寒，首相官邸灯火通明，高市早苗凝视着办公桌上一幅日本与西太平洋地图，思绪万千。在地图右侧不远处，台湾岛静静地躺在那里，如同攸关命运的棋局焦点。对他而言，台湾有事不仅是地缘安全问题，更是决定日本是否能摆脱战后阴影，挺身捍卫自身利益的试炼场。日本要继续扮演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角色，还是在亚洲风云中毅然站出？要冒险挥剑相助邻人，还是退缩自守孤岛？这些问题就像悬念一样萦绕心头。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也在筹划着另一盘大棋。统一台湾是百年国梦，一刻不能放松。日本的动向则是不可不防的变数。历史书写过侵略与抵抗的血火篇章，也缔造了战后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如今，新的篇章即将展开，但愿不会重蹈过往的战火，而是走向另一种可能，透过智慧与克制，寻求和平共处之道。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台海局势正处在一个微妙平衡与惊险边缘并存的临界点，一丝误判，一次擦枪走火，都可能将东亚拖入黑暗深渊。高市早苗对台海冲突的强硬立场，凸显了日本在面对区域安全挑战时的决心与困惑。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为最坏情境所做的缜密准备，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危险临界的清醒。而中国对日本安全政策转变的猛烈回应，则蕴含着历史伤痛和现实利益交织下的不信任与戒心。未来的日子里，台湾海峡可能平静无波，也可能惊涛骇浪。风暴来临之前，各方仍有时间审视自己的选择。悬疑尚未落幕，故事仍在继续。我们只能希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理性最终能战胜狂热，对话终究能压倒对抗。否则，一旦命运之弦被无情的拨响，回荡的将是整个亚太的悲鸣。日本会不会为台湾而战？这个问题的答案注定写在惊心动魄的未来，而现在的我们只能屏息以待。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攸关台海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解放军铤而走险，尝试渡海攻台，他们脚下的船能有几艘完整地开到对岸？台湾手握2000枚反舰飞弹，400辆海马斯火箭发射车，满地插满肩扛式刺针飞弹，早已把台湾海峡布置成一座死亡之海。小粉红们口口声声3天解放台湾，但在吹牛之前，是否该先照照镜子问问，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打击火力，他们真的敢冒险把数十万大军送上那片恶海吗？试想那样的场景，某个黎明前的黑夜，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灯火通明，成百上千艘载满士兵和坦克的灰色登陆舰，2栖运输船缓缓驶离码头。
甲板上挤满了头戴钢盔的解放军官兵，心中五味杂陈，有人紧握枪械，有人默默望向漆黑的远方。此时他们脚下唯一的立足点就是那一艘薄薄的钢铁船壳，四周是茫茫大海，头顶是漆黑夜空，他们的目的地正是远处目不可及的台湾海岸线。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不久，远处台湾的山峦还隐约沉睡在夜色中，但是就在解放军官兵以为黑暗能暂时庇护他们时，意外的变故发生了。最前方的一艘2栖登陆舰雷达突然尖锐地鸣叫起来，打破了海上的死寂。几秒钟内，更多军舰的警报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台湾方面的探测雷达锁定了。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早在解放军船只集结之时，台湾遍布沿岸和外岛的长程雷达、岸基光电感测器，甚至潜伏的无人机就已经远远发现了海上的异常动态。现在数十枚高速掠海而来的反舰飞弹正破空袭来，划破夜幕。几道细长的火光在漆黑海面上突然出现，以音速般的闪电之势扑向舰队。领头的一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匆忙启动近迫武器系统，猛烈开火，试图拦截飞弹，掀起一连串炫目的弹幕和火花。然而那些台湾发射的反舰飞弹，有的贴近海平面疾驰，有的甚至在末段突然拉高俯冲，动作诡谲难测。只见其中一枚高速飞弹闪过，层层弹幕狠狠撞上了这艘巨大的登陆舰侧舷。片刻之后，夜空中传来一声震耳巨响，整艘战舰猛然喷出火光。数百名挤在舱内等待登陆的解放军官兵甚至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连同他们的钢铁巨兽一起被爆炸撕成碎片。海面上泛起巨大的火球和浓烟，残骸碎片四散飞溅，幸存者惊恐尖叫，海水瞬间洒满浮起的残骸和落水的士兵。此时此刻，其他中国登陆船上的将士们也亲眼目睹了这可怕一幕。他们原本被灌输说台军的反舰飞弹没什么用，如今却眼睁睁看着友军的运输舰被一枚飞弹击沉，数百条人命顷刻随船殉葬。他们终于明白，在汪洋大海上，脚下的船只就是他们唯一的立身之地，而一旦这脆弱的生命之舟被击穿击沉，他们将如无根浮萍般沉入无情的大海，任凭装备再先进，士气再高昂，也无济于事。这还只是开始。随着第一波反舰飞弹袭击的展开，台湾西海岸密布的飞弹发射车此刻宛如沉睡已久的豪兽，忽然苏醒。一辆辆伪装在林地、海岸碉堡或机动于公路的发射车同时抬起发射架，对准台海上庞大的入侵舰队倾泻出新一轮杀机。仅仅数分钟内，又有20-30枚各型反舰飞弹接连从沿岸不同位置射向海天交界处。从陆基发射架上升空的雄风2型和3型飞弹拖着尾焰掠向大海，还有从机堡中飞出的雄风反舰无人机滑翔到海面低空寻找猎物的踪迹。台湾的轻型快速舰艇机动发射载具四处开火，不断发射新一轮的飞弹，甚至连台湾空军的战机此刻也紧急升空，远距发射美制 AGM-84 鱼叉飞弹助阵。可以说，短短时间内，四面八方有如雨点般的各式飞弹朝着解放军舰队铺天盖地的袭来。解放军舰队顿时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恐惧当中。一些比较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疯狂发射干扰丝、诱饵火箭弹，希望能欺骗来袭的飞弹制导系统。一枚枚干扰弹在空中炸开，散出明亮的美光和红外热焰，企图引诱红外或雷达导引的飞弹偏离目标。同时，舰载防空飞弹和快炮近防系统也在全力开火拦截，形成弹雨交织的火力网。然而，台湾方面精心准备的反舰攻势早已考虑到敌方的防御，采取齐射饱和攻击策略，一次性在不同角度、不同高度投入远超对方拦截上限数量的飞弹。再锐利的防空之舰也架不住飞弹密集如雨点般袭来，霎时间又有数枚飞弹撕开了防御火网的缝隙，分别命中了解放军舰队中的多艘舰艇。一艘较小的072型登陆舰被2枚雄风2型次音速飞弹从左右两舷几乎同时命中，船体剧烈震颤，顷刻断成2截沉没。
甲板上载运的数十辆军卡和补给品散落海中，随浪漂浮。另一艘属于新锐075型2栖攻击舰的巨舰，虽然舰体庞大，但也被台湾超音速的雄风3型航母杀手重创。这枚飞弹以3倍音速直插舰桥，强大的动能外加高爆弹头在舰体内部引发剧烈爆炸，直接将整座舰桥掀飞，船上的指挥中枢顿时化为火海。更远处，一艘护航的54A 型导弹护卫舰虽然成功拦下一枚来袭飞弹，但另一枚鱼叉飞弹紧随而至，钻入吃水线下爆炸，顿时撕开船底一个大洞。这艘护卫舰无力继续战斗，开始倾斜进水，其上的官兵仓皇逃离炮位。不到半小时光景，解放军原本气势汹汹的第一波2栖攻击编队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多艘大型登陆舰起火燃烧或沉没，运载的部队和重型装备沉入海底，还未着陆，成百上千名士兵便葬身鱼腹，让原本计划嚷嚷3天灭台的狂言顿成笑柄。此时，在台湾西部海岸某处，一处伪装良好的飞弹阵地内，数名台湾飞弹部队官兵透过雷达荧幕与无人机回传的画面，凝视着远方海面上升腾的火光。他们没有时间庆祝战果，因为战斗尚未结束。指挥官冷静地下达下一波齐射的命令，所有发射车迅速转移阵地并装填备弹，准备再战。这群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等的不就是现在吗？他们深知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与亲人，一步都不能退。一位年轻士官默默摸了一下贴在钢盔下的家人合照，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快速操作导引系统，锁定一艘尚未被击中的敌大型运输舰，随即按下发射钮。伴随剧烈的火光，一枚反舰飞弹从发射箱中腾空而起，直扑目标。片刻后，远处通讯频道传来观测哨兴奋的呼叫，命中目标。这位年轻士官长长吐出一口气，拿起对讲机报告：敌舰受创，继续射击。他的双手仍旧微微颤抖，但心中的恐惧已渐被满腔的愤怒与守土决心取代。整个阵地里，台湾士兵们的士气随着每一次成功击杀而高涨，他们明白，正是自己手中的飞弹为台湾赢得了一线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本岛之外，国军控制的金门、马祖、澎湖等外岛也可能成为战争初期的焦点。由于他们地处前线且孤悬海外，解放军很可能先集中火力攻击夺取这些岛屿，以瓦解台湾的外围防御。然而外岛守军的抵抗至少能争取到宝贵的预警时间，并消耗敌方一部分兵力和弹药。金门、马祖等地面积有限，驻军相对单薄，但地形复杂且设防完备，也足以让解放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外岛终究难以固守，台湾军方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可能会撤离主要部队并摧毁岛上重要设施，避免资源落入敌手。外岛的得失虽不直接决定战局成败，但其象征意义重大。中共若动手攻占外岛，等同于正式揭开战争序幕，台湾本岛将立刻进入全面作战状态。这时，台湾反而能利用敌军忙于攻岛的时机，更从容地完成本土防御部署，挫败敌人的奇袭企图。现在，我们不妨冷静拆解一下解放军可能的剧本，以及台湾方面的因应。首先，解放军若真想发动突袭，他们必须在大举登陆前做大量准备工作，数十万部队调动，上百艘船舰集结，绝非一夜能成。早在登陆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大陆沿海港口就势必出现异常繁忙的迹象，铁路在不停向码头输送坦克和补给，部队在沿海集中待命，大批民用运输船被征调涂上伪装色。这一切，即便中共严加保密，外界透过卫星和情报也很难完全忽略。21世纪的今天，高解析度商业卫星每日掠过台海，各国情报机构更是对风吹草动保持敏感，一有异样，台湾和国际社会必然高度警戒。换言之，解放军几乎不可能复制当年诺曼底登陆的战略奇袭。一旦迹象显露，台湾军民就会进入临战状态，飞弹部队机动到预伏阵地，各重要机场、港口进入戒严管制，战机加紧战备巡航，预备役部队动员集结，甚至民防团体开始构筑路障碉堡。可以想见，当解放军第一波导弹落下时，台湾所受的打击虽然惨烈，
但绝不会是一个毫无准备、束手待毙的对象。相反地，台湾有一套保持生存力的预案，重要目标如指挥所、雷达站分散备份，战机与舰艇事先疏散至多处隐蔽机堡和港湾，多层通信网络抗毁，包括光纤、卫星、微波等多渠道，以确保命令传递，各地储备的油料弹药迅速下发部队。就如同乌克兰在俄军猛攻下仍能保持国家机能，台湾也将努力撑过最初的狂轰滥炸，包括以爱国者、3羽天弓、3防空导弹拦截部分来袭弹道导弹，保存实力，等待反击时机。在这期间，台湾西部沿岸线将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从地形上看，台湾西岸地势平坦，是唯一可能登陆的方向。然而平坦不等于易攻。西海岸线虽长达400公里，但真正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滩岸寥寥无几。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伊安迪等专家研究指出，台湾本岛可供重装部队登陆的主要滩头仅10余处，如北部的林口至观音海滩、桃园竹围附近、台中清水与大肚溪河口一带、嘉义布袋、台南北门、云林麦寮及屏东嘉东沿海等。这些地点无一不是台湾军方经营多年的防御要点。举例而言，在桃园观音海滩和台中清水海滩附近，早已建有坚固的混凝土火力点与地下坑道，滩头背后布满铁丝网、壕沟和反登陆木桩。平日里或许看不出异样，但一旦战争临近，这些预藏的工事将快速完善。高密度的地雷阵埋设在沙滩、浅水处，岸边竖起一道道倒刺般的钢轨巨马，防止登陆载具冲上公路。在南部滨海的七股细湖与北门沙洲，台军甚至计划运用以水拒敌战术，一旦敌军登陆，即开闸放水淹没低地，令装甲车辆无法顺利扩张战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可能的滩头都准备了独特的见面礼。此外，台湾对自己的港口城市也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如果敌军企图仿效二战中德军的战术，夺取大型港口以便直接卸载重装备，那么抱歉，台湾方面早已规划反制措施。关键港湾设施如大型码头、船坞预埋炸药，必要时可以引爆拆毁，不给敌人现成的登陆据点。同时，港区附近街道布满预备的反坦克壕和障碍，一旦有散降敌军或渗透特工企图奇袭港口，也将陷入巷战泥淖。简言之，台湾不会让解放军轻松夺取任何一处完好的登陆门户，连能停靠大型船只的码头都要一同毁掉。这种焦土抗战的决心，正是为了防范敌军利用台湾的基础设施迅速巩固桥头堡。再看台湾的纵深地形，一旦登陆者突破滩头线，也不代表安全。台湾西部虽为平原，但河川纵横，灌溉沟渠密布，每隔几公里就是一道天然屏障。比方说云林、嘉义一带有浊水溪与巴掌溪，台南有曾文溪、高屏溪，北部有大汉溪、淡水河。台湾军民可以利用这些河道做防线，破坏桥梁，延制敌军推进。甚至公路上的高架桥也可成为反装甲伏击点，预先装满炸药，当敌车队通过时在高处引爆，造成路障。这些战术看似寻常，却经常在历史上让侵略者头痛不已。例如2022年俄军进攻基辅，乌克兰军队炸毁桥梁，水坝放水淹地，成功迟滞俄军装甲纵队。台湾当然深谙此道。谈到心理与士气，更是防御战中不容忽视的利器。试想，当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抢上几片沙滩，环视四周，却发现自己现在陌生而敌意的环境，村庄里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相反，可能埋伏着持枪自卫的民兵。远处庙宇铁塔上飘扬的不是象征解放的红旗，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台湾旌旗在烈烈风中招展。台湾多年来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愈来愈多民众参与后备军事训练。2025年以后，台湾已编组超过20万的后备部队，暂时将投入各地协防。此外，政府也决定将义务兵役延长至1年，加强对年轻公民的战训，确保全民皆能参与保卫家园。他们虽训练不如现役军人，但守卫家园的决心却是不容小觑的。
美军将领也曾说，一支为保卫家人而战的军队，战力足以以一当十。解放军士兵渡海来攻，面对的是一整个不屈服的岛屿，越往内陆，枪口和陷阱只会越多，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心理压力亦将与日俱增。反观解放军一方，长久缺乏实战考验也是一大隐忧。他们上一次大规模作战还是在40多年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未有跨海登陆经验。虽然近年来中共军队着力于联合作战演习，模拟攻台推演，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真刀真枪之际仍变数丛生。两栖登陆尤其需要海、陆、空、天、电全方位协同，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前功尽弃。比方说，登陆开始前的弹道飞弹齐射，若未能瘫痪台湾防空预警系统，解放军运输机与直升机就难以安全投送兵力，而如果他们畏惧台湾飞弹网而不敢派出空军掩护，单靠海上舰炮和远程火箭炮也无法压制台湾滩头防线。又如海空协同问题，舰队需要空中护航，但战机航程有限，需依赖前进机场或空中加油才能延长制空时间。在强敌环伺下，调度稍有失误或通信受干扰，战场局势就可能急转直下。还有一个中共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的因素，大国干预与核风险。且不论美日等国是否会直接出兵，至少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容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若解放军登陆受挫，他们会否孤注一掷，考虑战术核武？理论上也许存在这种危险选项，但实际操作近乎疯狂。在台湾本岛使用核武，无异于对自己想统一的土地和人民来一场自毁式打击，而且极可能引发美国更猛烈的报复反击。因此核选项几乎只存在于恫吓层面，真动用等同自取灭亡。如此看来，北京如果理性，就会在常规框架内衡量胜算。然而常规路径里，他们仍看不到容易取胜的方案，速战速决的几率极其渺茫，持久消耗又对中国经济和政权稳定极为不利。进退维谷之间，战争胜算不断被削弱，这其中每一项变数都增加了冒险的成本。2025年已至，仍有战争狂人鼓吹所谓2027年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但国际趋势与台湾自身努力正大幅提高侵略的门槛。今天的台湾比起几年前更强大，更难以征服，自制飞弹越造越多，无人机蜂群、制空巡弋飞弹等新兴战力与 AI 监视系统投入运用，美日友邦的情报支援也日益紧密，民心士气更因目睹乌克兰英勇抗敌而愈发坚定。反观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持续现代化，但真正投入战争才能见真章。理论上谁都可以纸上谈兵喊打赢，但实践中状况百出，再强大的军队也不敢保证零失误。如果中国决策者还有一丝冷静，他们应该看得到台湾的充足准备和自身的明显不足，同时台湾的民主盟友们也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台湾成功撑过入侵初期，美国、日本等国极有可能以各种方式支援台湾，提供即时情报、后续武器补给，甚至直接派遣海空军力量遏制解放军扩张战果。在美军强大的潜艇部队与远程轰炸力量介入下，解放军本已伤痕累累的登陆舰队恐怕将难逃覆灭命运。这意味着北京若无法迅速拿下台湾，反而会面临大国联手反制，更增添其冒险行动的顾忌。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北京当局不止一次试图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台海现状，但都无功而返。1958年发动金门炮战，企图消灭国军前线据点，却遭遇台湾军民顽强抵抗与美国公开援助，最终中共被迫宣布单方面停火。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台湾守住前线告终。1995年至1996年，中共又在台湾周边试射飞弹，妄图恐吓台湾放弃首次总统民选，但此举反让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海附近警戒，向全世界宣示捍卫台海和平的决心。北京在强大国际压力下知难而退，那场台海飞弹危机最终有惊无险的平息。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动武恫吓不仅无法征服台湾，反而会激起台湾更强的抵抗意志，
也引来国际社会更强力的反制。答案似乎越发清晰，解放军敢不敢渡海？恐怕不敢轻举妄动。一场轻率的冒进换来的只会是整支舰队的灰飞烟灭，成千上万青年士兵的葬身鱼腹，以及中共数十年军力积累的毁于一旦和政权合法性的动摇。台湾海峡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杀机。台湾已将自身武装成一只难以下咽的豪猪，满身的尖刺令任何掠食者都心生畏惧。那些满嘴武统易如反掌的好战之徒，如果有机会站上解放军的登陆艇甲板，面对迎头扑来的炮火与飞弹，不知还能否喊出同样狂妄的口号。真正明智的人都懂得，最好的战争就是不必开战，而能避免战争的关键就在于让潜在侵略者明白，这一仗你赢不了，而且代价大到你无法承受。最后，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台湾防御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对手清楚台湾不好打，也打不赢，才会更加谨慎收敛，不敢贸然挺险。未来，台湾仍将继续加强自己的武装长次，包括发展更多元的飞弹与无人作战系统，同时以理性和善意呼吁对岸放弃动武的选项。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实力争取而来的。在这场心理与力量的较量中，台湾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挑衅，但也不畏战。如果你非要来，那就准备迎接你可能承受不起的损失吧。一句话，解放军敢渡海吗？先问问自己能活下几艘船，再决定要不要自取灭亡。